12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以明年中俄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不断放大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积极效应。米舒斯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中俄双边贸易今年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95%以本币交易，创下全球最高比例的本币结算规模，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同普京总统2次会晤，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今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提前实现了我同普京总统共同制定的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目标，展现出两国互利合作的强大韧性和广阔前景。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是双方基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米舒斯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俄方对两国双边务实合作稳健增长感到满意，愿同中方进一步挖掘潜力，拓展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办好文化年，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俄方真诚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预祝中国人民龙年快乐，希望新的一年里俄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米舒斯京还就甘肃地震向习近平转达俄罗斯政府和人民的慰问，表示俄方愿根据中方需要提供救援帮助。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目前灾区的救援力量和物资是充足的，当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俄罗斯卫星新闻网的报道还提及米舒斯京提到的一组数字。他说，今年中俄经贸合作克服了困难挑战，投资领域取得良好成果，合作项目达80个，价值近20万亿卢布，约合1.6万亿人民币；双边贸易额接近13万亿卢布，约合1.5万亿元人民币。В текущем год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правилось с непрост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вышло на уровень новый。米舒斯京强调，俄方珍视把俄罗斯和中国团结在一起的牢固文化和人文联系，发展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人民数百年的友谊。2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谈到中俄关系及中俄高层互动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两国高层交往机制完备，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这是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应有之义。明年中俄两国将迎来建交75周年，并开启中俄文化年。我们期待通过对话沟通，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基础上，深化双方合作，增进人文和地方交流，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中俄关系是给整个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新的这种外交的模式。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俄两国贸易总额达218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7%，创历史最高纪录。外界还注意到，这2181.76亿美元完全摆脱了使用第三国货币，而是使用人民币和卢布的本币交易完成，创下全球最高本币贸易纪录。2020年，中俄本币结算贸易占比约为20%，而今年11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访华时透露，这一比例已经高达95%。本月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直播记者会上提到，中俄双方商定在8个重点方向开展双边经济合作，其中第3项包括在双边贸易、投资、贷款和其他贸易往来中适用市场需求，稳步提升本币结算币种。外界认为，中俄本币贸易迅速增长是双边贸易创纪录的保障。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将俄罗斯逐出美元交易的 SWIFT 结算系统，让更多国家认识到美元霸权对正常国际贸易的危害性，因此极大刺激了国际上的本币互换。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之间大力推动本币贸易，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加入本币贸易的队伍。例如，今年7月，日本和韩国就重启了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员刘旭对深圳卫视表示，中俄提升本币在对外贸易结算中所占的份额，对中俄而言都是利好。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提升卢布结算占比不仅能够保护本国货币、维护国家主权，也能够在进出口贸易中避免受到过多的西方金融制裁。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西方给俄罗斯一个巨大的压力啊，我们中国在近几年来也有很深的这样的一种货币多元化的一种积累啊，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的深入，所以我们看到正好这样的一种需求的互补，那么促使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能够很快的实现这个本币的这个直接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中俄是本币结算贸易的先行者，两国还合力在金砖机制框架下拓大本币互换规模。近日，南非商业日报披露了一个消息称，金砖国家正在打造新型金砖国家替代性支付和结算系统，以因应全球紧张局势的升级和经济动态的变化。分析指出，虽然有美西方舆论认为金砖机制有意推动去美元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金砖国家联合声明也强调了这一点。国际贸易应当维持自由开放，不应受长臂管辖、货币霸权的胁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危害了美元的信誉，这才是美国最需要反思的问题。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世界主要的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啊，基本是美元来定价的。那么，世界最主要的一种金融的结算的方式，也是以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所以，美元确立起来了世界的霸权。那么，美国就可以利用它的这种美元的霸权，来拓展在其他领域的方面的一些利益啊。那我们看到，这一方面，包括中国、俄罗斯，还有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广大的这种赶超的国家，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么，本国的这个货币的多元化可以使自己的这个经济安全，然后在整个的国际地位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这种交易其实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世界性的意义。另外，能源合作也是中俄元首共同推动的经贸合作重点领域。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项目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19号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书面采访时提到，前不久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第3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会晤时，均希望西伯利亚力量2号，也就是中蒙俄天然气管道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达利涅列琴斯克为起点，途经蒙古，最终抵达中国，每年输送最多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张汉辉大使介绍，目前双方企业正就项目技术、商务、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积极展开商谈。如此大体量的项目，双方都需要严密、科学、系统的研究论证。中方一直提倡上下游一体化模式开展西伯利亚力量2号项目合作，这不仅是出于将单纯贸易延伸至整个产业链合作的考虑，更是考虑到中国天然气消费市场前景广阔，希望与俄方建立更长期、更稳固的合作模式，期待俄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项目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日，中韩两国外交和贸易部门的司长级对话明显增强，其中两国还决定就共同关心的产供链问题激活一条专门的热线。热线的开通对促进中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何帮助？近日，韩国国内舆论热议，该国31年来对华贸易首次出现逆差，这个逆差与美国大搞拉帮结派、脱钩断链有何关系？韩国经济多年来与中国高度融合，未来中韩产供链合作将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报道。据外交部官网消息，19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深圳同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崔荣准举行机制性磋商，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刘劲松就涉台涉海等中方核心重大关切问题再次表明中方严正立场，并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上的政策主张。韩国舆论在报道中强调，这次会议是在上月26号在釜山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之后举行的，因而事关未来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备受关注。在那次会议上，外长们一致同意要加强沟通交流。这次会议无疑是对外长会精神的具体落实。据韩国官方通讯社韩联社报道，中韩双方在会上全面评估了今年1年的两国关系现状。崔荣准还引述尹锡悦的话说，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成熟健康中韩关系。总体来看，中韩关系是下半年好于上半年。我们知道，因为上半年韩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表态比较不恰当，所以导致中韩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和一些摩擦。
但是到了下半年之后，其实中韩从高层到经济层面都彼此确认了，相互之间加强关系，保持一个健康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高层进行了多次紧密而有效的互动，然后两国的经济关系其实也比上半年也活跃了不少。同日，中韩第27次贸易实务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这同样是一场司长级磋商。这一层级的接触有助解决实际问题，双方就为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打造新增长点的方案等共同关切交换意见，商定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方面加强对接与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中韩两国举行多场经济领域对话。就在中韩第27次贸易实务会议前一天，中韩产供链热线首次会议和中韩产业园合作协调机制第4次会议也在首尔举行。据悉，今年4月，中韩在北京举行了自贸协定第5次联合委员会；11月，中韩在旧金山举行商务部长会谈，深化产供链对话是这一系列会谈的重点。而这次，中韩双方决定激活产业链、供应链热线，以加强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方面的对接与合作。以前我们说中韩之间它是一个更偏向于垂直的一个合作体系，因为韩国的产业水平、产业技术水平比中国高一个台阶，领先一个阶段。但是目前在中国的技术水平提升之后，中韩之间它面临着一个怎样让这个产业链、让这个分工体系更这个提质升级的一个任务。如何在新的这种水平的产业分工条件下，发展出一个更高级的、更高水平的这个产业链，是两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两国提升合作水平的一个主要的空间。韩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尿素供应是目前韩方关注的头等大事。11月底，中国海关暂停出口车用尿素溶液的通关流程，尿素荒的话题在韩国持续升温。据韩方数据，该国对中国企业生产的工业尿素的进口依赖程度为90.2%。而今年9月以来，中国国内尿素供应紧张，于是采取了一些出口限制措施。韩国政府此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有部分韩国舆论借机进行政治炒作。作为一种基础且重要的工业化合物，尿素被广泛运用于农业和交通行业，是公交、卡车等柴油车辆尾气排放净化处理时的必需品。如不及时添加，将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2021年，受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生产尿素的原料紧缺，全球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尿素荒。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尿素生产国和重要出口国，也不得不减少出口，一度引发韩国国内严重恐慌。韩国政府此后试图降低对华尿素依赖，但2022年也仅降低4个百分点至67%。而2023年以来，韩国对华尿素进口额占比迅速飙升至90.2%。韩国企业表示，由于成本高企，该国生产尿素毫无价格优势，无法占有市场。韩国舆论希望中韩设立产供链热线，能帮助该国解决车用尿素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排除那种非经济因素、非效率因素的干扰的话，中韩两国它其实这种紧密的联系是会必然形成的，尤其是韩国在各方面对中国的那种这个依赖是基本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外界认为，30多年来，中韩产业融合程度已经非常深，产供链热线更值得解决的问题，恰恰如其名字一样，需要将被美国破坏的中韩产业链重新挂钩，这才是两国互利合作的关键所在。2022年3月，美国政府提出芯片4方联盟计划，其中着力拉拢的对象就是韩国的半导体产业。美方这一融合了印太战略以及小院高墙对华高科技围堵策略的计划，目的是破坏东亚地区的芯片产供链。虽然韩国政府在三星等企业的压力下，在对外姿态方面与美国主导的芯片4方联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美方破坏中国芯片产供链，反而促使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并不断取得突破，已经在事实上给韩国的芯片产业链造成压力。这也直接反映在中韩贸易数据上。据韩国朝鲜日报12月14号报道，截至今年11月底，韩国本年度对华出口1140亿美元，进口1320亿美元，韩方
方贸易收支逆差180亿美元，仅次于对其原油最大进口国沙特阿拉伯的逆差224亿美元，列第2。韩国媒体惊呼，这是31年来该国首次对华贸易出现逆差。韩国一直从对华贸易中获益丰厚，尤其是在2003年至2018年的16年间，有15年中国都是韩国最大的顺差来源国。韩国舆论指出，造成目前中韩贸易格局改变的直接原因是在美方施压下，韩方人为减少了和中国间的家电、通讯设备、电池、电脑设备和集成电路的产业链合作。过去30多年，中韩所在的东亚产供链是全世界范围内合作最紧密、最成功的区域。但最近几年，韩方在美国的鼓噪下，政界和舆论都出现了对华脱钩的杂音。在经济上摆脱对中国过度依赖，在供应链重组中与美国联手的谬论不断在韩国响起。分析认为，过去数十年来，中韩产业界一直是抱团共赢第三方的产业链合作关系，但韩方主动出手干扰供应链，不利自身发展，因此成为更疼的一方。但韩国产业界忧虑，该国政府的政策似乎仍在缘木求鱼。韩方最近开始推动产业供应链3050战略，即指定185个供应链稳定品目，提出至2030年将对中国等特定国家进口依存度由70%降至50%以下的目标。但韩国媒体指出，美国都办不到与中国脱钩，韩国更加办不到。韩国在有些方面并不是对华依赖过高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市场利用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些主要的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还有这个汽车，我们看到其实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跌到了1%以下，但是其实按照它的实际竞争力来说，它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不应该就远远落后于像苹果这样的国际企业。然后现代汽车的情况也差不多。韩国政府最新人事变动也释放出一些新的合作信号。被提名为韩国财政部长的崔相木19号在国会听证会上就其去年曾做出的涉华争议言论做出解释。当时崔相木称，向中国出口的繁荣时代即将结束，韩国需要一个中国以外的替代市场，被韩媒解读为其主张韩国与中国脱钩。听证会上，崔相木辩解称，这一言论并无脱华之意。他强调，中国是韩国最紧密的经济合作伙伴，我们将从国家利益出发，尽最大努力寻求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方案。另外，韩国总统尹锡悦19号提名前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赵对列为外交部长官。赵对列20号表示，中韩关系重要性不亚于美韩同盟关系，他将努力寻找中韩和美韩关系和谐发展的方案。韩国总统尹锡悦去年以来多次释放不当涉华言论，对此多家韩国媒体发文称，尹锡悦不应盲目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并对他无法妥善平衡外交关系深感遗憾。韩国中央日报社论指出，绝不能放弃中韩关系的稳定管理，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美对决中，过度专注于某一方的外交风险必然很大。韩国领导层也要尽量克制刺激对方的言行的不必要行为。该报强调，在韩国经济中，中国仍然占最大比重，在遏制朝鲜核岛挑衅方面，中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要多方面持续地为拉动中国合作做出各种努力。韩国政府必须审视对华外交问题，为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寻求突破口。我们以前一直说，这个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是这个压舱石目前来说，它面临着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一个阶段。如果两国不想办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然后再进一步提升合作质量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会变得更加薄弱。那么其实也是给两国，尤其是对韩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继续和中国提升这种政治上的互信，还有在经贸、科技、人文领域进一步改善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举措，如何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的一个正向互动，这个其实是对两国而言都是一个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的课题。中韩第27次贸易实务会议19号在首尔举行，双方就为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打造新增长点的方案等共同关切交换意见，并商定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方面加强对接与合作。那此前韩国也曾配合美国对华经贸脱钩，此次中韩在维护产供应链方面加强合作，释放哪些信息呢？其实是在这个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整个韩国在这个对外战略上是就对美的这个政策
这样一个包括战略是亦步亦趋，是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围堵，那么就不惜牺牲了这一些这个在对华的这个出口包括是高科技出口这样一个限制的这样一个举措。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从实际这个现实的这个结果来看，其实这个对韩国的这个经济影响还是非常大。我们看韩国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速是下调了，明年也是下调的。那么这个现实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给韩国政府还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让他意识到，就是当他在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或所谓的价值观或理念的这个同时的时候，其实他是更应该关注国内的这个自身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回应民众的对这个更好生活的这样一个诉求。那您认为从韩国的尿素荒能看出中韩经贸关系的哪些深层次联系吗？尿素荒，就更多的是一个给韩国政府或者韩国经济的一个警示，就是韩国目前所做的这种积极配合这个美国对中国围堵的这样政策，其实是会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这个反噬作用。韩国选择了这个全面追随美国，与中国脱钩断链。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导致了韩国这个自身它的缺少这些原材料跟中间品的这个进口，从而危及到整个韩国其他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我相信，如果韩国政府继续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话，那么回来韩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中间品或者是这个基础原料，甚至是销售市场的这个短缺，或者是这样一个错配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因为韩国目前它的经济结构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经济结构，其实我们也知道韩国是高度依赖对外出口的。那么认为，如果韩国就是未来在推行它自己的这个政策或者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如果它就是不切实际，还是这个追求一些所谓的价值观理念，为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这些战略马首是瞻的话，我觉得未来韩国这个整个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经济会造成更大的这个一个负面冲击。美国继续政治化操弄中美经贸议题。美商务部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3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那什么是未经核实清单？被列入的企业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又有何应对之策呢？来看详细分析。美国商务部19号表示，已将13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还宣称理由是美国官员无法对所涉实体进行例行核查，所以必须实行更严格的出口管控。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约束的物项时，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物项，也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用途、用户和目的地国家，并同意美方进行核查。深圳卫视查阅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官网发现，未经核实清单最早于2014年推出。截至目前，这份清单上共有336家实体，包括165家中国实体，多数为科技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清单自首次发布后，更新频次并不高，直到去年以来，美国商务部才开始大批次将中国实体列入。本次新增至名单中的企业主要涉及半导体、计算机、精密器械、激光、医疗信息等领域，其中还包括2家隶属于富士康旗下的公司。未经核实清单当中的企业，可能在他看来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具备所谓对他构成挑战的这样的可能或者潜力但是暂时呢还没有对他构成威胁。它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还有科技创新。彭博社曾在报道中指出，一旦企业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其供应链的稳定性将面临冲击。同时，美国的出口商将更加谨慎地对待与这些企业的合作关系，甚至可能选择拒绝与被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合作，以降低潜在的风险。路透社举例，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药明生物曾因此而遭受冲击。这家企业是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原料制造商，去年2月却无端被美方列入所谓未经核实清单。直到10月，美方才将该公司移出名单，但该公司的市值损失了近100亿美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向深圳卫视分析，与更为人熟悉的实体清单不同，未经核实清单更多的充当一种过渡性的待观察清单和怀疑清单。这意味着，只要美方怀疑其贸易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哪怕是缺乏证据，也会遭到长臂管辖。未经核实清单实际上是一种胁迫企业接受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的手段。
一旦这个企业被美国列入到未经核实清单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进入到它的这个观察的范围。那么一旦在这个60天之内，你没有从这个未经核实清单中间移除的话，它就会自动的把你列为这个实体清单的这个成员。这样的话就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后果。尽管未经核实清单对企业的负面影响程度不及实体清单，但是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一种手段，是赤裸裸的歧视性不公平做法，意图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是脱钩断链的新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一边大力渲染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不仅禁止高价值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还动辄封杀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去年11月，中国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在美子公司美国国轩宣布，将斥资24亿美元在密歇根州建造电池材料工厂。此后，这一计划先后获得州政府、美国财政部批准。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当时还欣喜地说，中国企业的投资将为当地创造2350个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临近，国轩的密歇根工厂产生重大变数。美国国会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率先对国轩发难。他在今年9月一封写给美国财长耶伦的联名信中声称，国轩有着中国官方背景，并打着所谓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旗号，呼吁叫停国轩在美建厂计划。上个月，再有2名分别来自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议员，在美国会众议院起草了所谓反对国轩议案。美国政客的反华操弄也对美国民间产生了负面影响。据报道，去年批准国轩建厂的5名密歇根州格林查特镇官员上月被罢免，理由竟然是他们批准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这无疑是美国政治民粹化的又一例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上任的镇长仅表示要重新审议中国工厂的所有事项。国轩方面也表示没有改变投资计划。但观察指出，这起事件无疑损害了美国的营商投资环境，也危害了当地的2300个就业岗位。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汽车动力电池巨头，国轩在美建厂，中美双方实际上都是获益方。除了密歇根州，今年9月，国轩高科在美国还投下了第2笔重大投资，以20亿美元在伊利诺伊州设立锂电池制造工厂。正如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兹克当时所说的，这是数十年以来我们最重要的历史性的新制造业投资。工厂投产后将创造2600个新就业机会，造福当地。This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I think that Europe, American, needs the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a. China is a kind of leading the current today, like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they need the technologies. 针对一些美国政客不断鼓吹要在高科技、电动汽车等领域削弱中国优势，减少对华依赖，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刊文指，美国决策者寻求将美国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机器中分离出来，这些现实凸显了他们面临的挑战。有些连接美国与中国的供应链根本没有脱钩，只不过添加了1-2个环节，增加了复杂性和成本。文章进一步表示，美国的政策正在引发供应链调整，而这些调整其实锁定了对中国供应商的进一步依赖。最近2年尤其是去年以来，大家发现美国官方的表态呢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包括开始这个从所谓的脱钩的表述转为去风险化，这就反映出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个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关话题来连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于翔。于先生你好。美国商务部将13家中国企业加入未经核实清单，与实体清单相比较。针对中国企业，美方近来为何越来越频繁使用未经核实清单这一工具呢？于先生。我们知道按照目前的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有4大清单，第一个就是实体清单，第2就是未经核实清单，第3个是被拒绝清单，第4个是这个军事用途清单。而这个实体清单和未经核实清单是美国出口管制部门目前频繁使用的这个2大清单。而这个实体清单和未经核实清单，它的共同之处都是用来对这个美国高科技这个产品和技术对外出口进行管制。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实体清单它的这个门槛更高，然后呢这个执行力度更强。显然未经核实清单的这个它的随意性跟它的门槛比较低，它的自身的这样一个这个清单的特点，也就决定了这个美国政府使用这个清单来对的这个出口管制进行这个管理的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门槛更低，实用性这个易用性更强
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这个上台之后呢，就这个更加频繁高频的使用这个未经核实清单的这个原因。还有2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拜登政府希望这个继续对中国高科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进行一个打压。那么这也由此也反映出，就是前期拜登政府所谓的这些对中国高科技出口政策打压的这个政策，其实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1月份中美元首已经在这个洛杉矶举行了一个峰会，为双方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还是指明了方向。但是呢，美方显然是希望把稳定中美关系和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这个进行一个分割，或者是一个把它是分成2个板块来看，就是希望一方面有希望的稳定中美这个关系希望这个大格局不变，那这样是符合这个整个美国发展的利益，也符合拜登政府的利益。但同时呢，又希望对中国高科技发展进行打压，这也是拜登政府希望达到的这个战略目的。从拜登政府角度来，希望中国继续成为美国的这样一个这个消费市场呀、原材料供应市场，但同时呢，又遏制中国向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的这样一个爬升的这样一个战略意图。距离台湾2024领导人选举只剩下20来天，第一轮政见发表会20号晚上7时登场。侯友宜、赖清德和柯文哲展开多轮辩论，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上激烈交锋。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蓝营的侯康沛支持率稳步攀升，以31%首度追平赖萧沛。有舆论认为，赖清德民调频频下跌，与他老家盖的违章建筑密切相关。如今，这栋建筑成了岛内最新的网红打卡点，并拥有了赖皮寮这个新名字。侯友宜表示，民进党执政7年，独裁又恶霸，弊案不断。若当选，会成立特侦组，不论官多高，哪一派都查清楚、找出来。今年选出来的代表日是啥？你敢知？是巧，就是缺乏的缺。这是人民最直接的感受啊，那是上痛苦的经验。这买当讲证明是一个民进党无能的证据。讲到欠水、欠电、欠能、欠工、欠人才，哇，拢欠啊！连疫情来的时阵，人民需要的时阵，疫苗嘛欠，口罩嘛欠，快筛嘛欠，连药嘛欠。所以民进党执政这几年，啥物拢欠。侯友宜指民进党口口声声要和平反对战争，但却主张台独，导致台海形势紧张。他进一步质问赖清德愿不愿意放弃台独主张。南北上用破战争不可以有万一，和平绝对不是和你沿街贩卖随便卖的物件，袂当凊彩讲的。你愿意以苍生为念，在此公开放弃你的台独主张吗？赖先生，你是民进党现在的党主席，你是否愿意在这个地方承诺终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不过，赖清德继续在辩论中鼓吹台独，声称两岸互不隶属，并大肆抨击其余2名候选人支持两岸交流的主张。据悉，参选人需参加4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以及2场民间辩论会，总计6次正面对决。外界注意到，近日赖清德老家的违章建筑赖皮寮成为岛内舆论关注焦点。今年9月，赖清德在新北市万里老家房屋被爆出疑似违建，之后还被指长期偷税漏税，争议延烧至今。而赖清德非但不拆除，提及相关事件的时候，还多次上演哭戏戏码，因此被岛内网友称之为赖皮寮。近日更有台媒发现，这座违章住宅安上了监控摄像头，还有士兵在一旁24小时站岗，并有警察不定时签到巡逻，进一步点燃民众怒火。岛内网友痛批替违建站岗，古今中外鲜有所闻，荒唐之极。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荒唐到极点，所有人 everyone 被点名到违建。猜，就只有你赖清德，而且从头说谎到尾。
如今，这栋违建建筑在谷歌地图上也被网友标记为赖皮寮，附近一块绿地也被标注为赖皮公园。赖皮寮还一度登上谷歌热搜榜第1，甚至有不少网友打出1颗星以示不满。但随后，谷歌地图下架了赖皮寮的标注，但岛内网友却创意十足，在其附近标注了更多的带有赖皮2字的地名，包括赖皮寮后花园、赖皮寮广场、赖皮寮哭哭专用休闲公园等，甚至连附近的狗窝都被取名为赖皮狗窝。还有岛内网友发布创意视频，讽刺民进党的价值观是违建加哽咽，充满特权气息。探寻哽咽圣地，邂逅民主堡垒，体验违建美景。赖清德家族精心打造，坐落于万里风景线。这座独一无二的违建宅，重新定义了真正的违建生活。台媒指，民进党打击异己从不手软，而赖清德在台南任市长的时候，也把自己打造成清廉反黑金的形象。现如今，赖清德面对自家房屋的问题，却使用各种理由回避搪塞，一被攻击就在民众前抹泪哭泣，双标行径实在是太过明显。我现在因为要动到你家了，突然才一直流泪，然后大家才注意这个问题。你们执政那么久了，都不管这个事情，这不很奇怪吗？所以我是觉得碰到自己的事情就关心了。像南铁东一案，那么多合法的这个住家就硬拆人家的房子，碰到自己的话就好像自己就有一千个道理，1万个道理这又是另外一种双重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联合报发表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侯康沛支持度攀升2个百分点，以31%追平民进党的赖萧沛；民众党柯银沛支持度维持在21%。而根据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20号公布第93波民调，赖萧沛仍以35.2%领先国民党侯康沛30.6%，民众党柯银沛为19.6%，位列第3。其中，侯康沛在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等北部地区取得领先优势。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表示，赖清德民调大幅下跌，与赖皮寮引发民怨密切相关。就是说，你已经把它搞成是你危机处理很差啦、说谎啊、双标啦，反正选举只要扯到人格问题、价值问题，那就很伤啊，就黏着你啊，那黏着你又甩不掉。那你现在处理也为时已晚，就是这样。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蔡正元认为，赖清德在处理赖皮寮的手法上态度十分恶劣，自我包庇，让民众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我铁口直断，赖清德如果落选，就是因为这个赖皮寮，不是别的原因。哭是政治人物不是不能哭，但是你要哭，要知道老百姓会有共鸣的哭，或者老百姓在哭的事情你跟着哭，那这个大家会有一种共鸣感嘛。最怕什么？不晓得你在哭什么。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据台媒报道，台北市41位里长日前到大陆旅游，近日却遭台北地检署以所谓违反反渗透法为由搜查约谈。被约谈的里长多数为国民党籍，距离投票日仅20余天，民进党铁拳突然挥向他们，引发舆论强烈不满。有人6月份就去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办？现在只剩下现在只剩20几天了，到了这个时候又给你戴红帽，真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民进党政府，难道不给人戴红帽就不会选举了吗？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安理会再度推迟一份由阿联酋提交的关于巴以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时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19号在讨论这一草案时重申，实现停火仍是压倒一切的前提，只有停火才能避免更大的平民，包括被扣押人员伤亡，避免区域冲突走向失控，才能避免政治解决前景彻底埋葬。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改弦更张，停止无差别的军事攻击。任何国家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不决。我们敦促有关成员秉持建设性态度，支持安理会为拯救生命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以色列总统表示愿意与加沙的哈马斯达成新的临时休战协议。您觉得是什么促成以色列转变立场呢？第2次加沙停火现在正在地平线上，按照最新的报道，前景还是比较乐观。加沙停火的主要斡旋者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中情局、以色列
莫萨德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传递出的信息是三方会晤是积极的，以色列呢愿意和哈马斯谈判，而卡塔尔目前呢正在和哈马斯就达成新的休战可能性进行接触。另外一个消息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将与埃及官员举行会谈，主要讨论加沙再停火的问题。以色列总统呢昨天也说，愿意和哈马斯达成新的临时休战协议，以确保释放更多被扣押的人质。如此来看呀，第二次加沙停火还是蛮有希望的。这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现在又要重谈临时停火？以色列怎么就想明白了呢？首先呢，第一次临时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均按照协议的要求释放了人质和被关押的囚犯。这说明呢，即便是临时停火，也可以缓解人道危机，建立双方哪怕是一点点的信任。美国领衔红海多国特遣部队，算不算是扩大战争的举措呢？那能遏制胡塞武装对以色列船只的袭击吗？这是一个好问题。美国领先组织的多国特遣部队名为保护繁荣行动，实际上呢就是扩大战争的行动，只不过他们的目标呢是打击胡塞武装，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胡塞武装打击红海的以色列船只，是为了阻止加沙战争，截断以色列的后勤。因此呢，多国特遣部队的组建，严格意义上来说呀，就是扩大战争。参与美国新行动的国家包括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每个国家呢都将派遣舰艇和其他的资源。之所以有这么多国参加，是因为啊，胡塞武装袭击的以色列船只，但是其他国家的船只呢也不安全了。全球5大集装箱公司中的4家暂停了在红海的航运业务，这对西方经济呢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那么初步的核算是，红海断航集装箱公司的成本将提高9%，以色列的商品价格将上涨30%到40%，国际油价呢将上涨1%到2%，还会推高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所以呢，美国组织了多国特遣部队来保证红海的航运安全。这么欧美呢是不愿意扩大战事的，但是多国派遣部队的这个导弹呢是无法确保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如果不小心打击了也门的设施，或者误打了其他中东国家的设施，不排除呀战事会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呢也要看到，中东国家除了巴林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参加到美国的红海特遣队伍中。红海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加入，就表明拜登的外交能力很有限，动员力不强，表明中东国家呢对美国不能够阻止加沙战争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正因为美国红海联队得不到沿岸国家的支持，要遏制胡塞武装就变得困难。但是呢，红海联军与胡塞武装相比，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可能都比较强，有可能呢暂时的压制胡塞武装的袭击。但是呀，只要加沙不实现永久停火，胡塞武装呢就不会停止对以色列及支持国家船只的这个游击。这对美国来说呢很头痛，但是无药可治。接下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外表示，已为第2次人道主义停火做好准备。同一天，哈马斯组织领袖哈尼亚现身埃及，讨论停火事宜。冲突各方能否抓住机会实现停火？另一方面，受冲突外溢影响，红海苏伊士运河航道紧张局势加剧，目前已导致大面积停航。美方联合多国组建红海护航联盟，能否奏效？来看报道。Israel is ready for another humanitarian pause and additional humanitarian aid in order to enable the release of hostages. 当地时间19号，在耶路撒冷举办的驻以外交使团新年招待会上，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还表示，过去2周，以方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尼查纳口岸启用了新的扫描安检设备，以使更多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可以进入加沙地带。此前一天，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以及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举行会晤。有消息指，三方就被哈马斯扣押的人员相关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目前尚未达成协议。哈马斯组织也就可能实现的第2轮停火释放积极信号。据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常驻卡塔尔的哈马斯组织领袖哈尼亚于20号率领一个哈马斯高级代表团前往埃及，与埃及情报局局长卡麦勒等官员举行会谈。报道称，双方将讨论有关停火以及释放被扣押人员等议题。有观察指出，自11月24号起，以色列和哈马斯短暂停火1周后，双方于12月1号早晨再度交火，并持续交战至今，这令送往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面临诸多障碍。国际社会期待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尽快到来。本月17号，英国外相卡梅伦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德国《星期日世界报》联合发表文章，敦促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停火，并保持停火的可持续性。同一天，在以色列访问的法国外长科隆纳也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现在巴以冲突呢已经持续进行了2个多月了，那么以色列呢不愿意轻易的停火，但是呢他一时也很难达到他的这个设想的军事目标，所以呢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停火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一个大概率事件。以色列的安全部门呢前一段已经提议由美国和欧洲国家呢组建多国部队来接管加沙，我觉得也是放出了一个妥协的信号。巴以冲突第2轮停火露出曙光之际，受巴以冲突外溢影响的红海危机正在持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时间19号凌晨在巴林宣布，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航经红海船只，美国正协同有关国家启动红海护航行动，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执行联合巡逻任务。奥斯汀指出，过去4周内，胡塞武装12次袭击或扣押商船。他表示，美国仍在积极寻求更多国家加入，以增加派出和参与的海军数量。目前已有法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和塞舌尔加入该新版护航联盟。外界指出，尽管获得多国支持，但美国新版护航联盟或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就在护航联盟成立后数小时，丹麦、马士基等多家航运巨头表示，旗下船只仍将绕行非洲南边的好望角。目前，美国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有2艘驱逐舰卡尼号和梅森号，但迄今为止，美国尚未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护航联盟也仅与该武装组织有过1次交火接触。英国方面16号证实，皇家海军导弹驱逐舰钻石号当天发射海毒蛇导弹，击落了一架攻击商船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有分析指出，美国意在通过军事实力优势来威慑对手，但这种类似于刻意炫耀军力的政策，恰恰也是中东地区纷扰不断的根源之一。这使得护航联盟难以获得来自波斯湾地区的支持。目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域内国家正因红海油轮流量长期放缓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胡塞武装拥有反舰导弹、无人机、海上小型舰艇等灵活机动单位，且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美国与胡塞武装对抗的增强或将进一步恶化局势。红海这个航行安全的这个危机是可以说是当前巴以冲突的一个最突出的外溢效应之一，二者呢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美国呢却把它这个2个问题呢分开处理，就是呢组建一个这个海上这个安全的这样护航联盟，拉拢地区的还有西方的盟友来在红海地区进行护航。实际上呢，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治标不治本。